向太傅，请讲。程角造反是很应该要处死，但是他的家人、他的亲人全都是无辜的，你为什么要将他们全部？岂有此理！嬴政简直是目中无人，刚才那番话分明是在指桑骂槐。看情形，大王似乎已经识穿刺杀之事与相爷有关。是又如何？如今程角既伏诛，死无对证，他根本就奈何我不得。只不过，以大王的性格，即使他在明，也对付不了相爷。但是难保他不会对相爷有暗起杀机啊！嬴政如今王位未稳，羽翼未丰，谅他不敢轻举妄动。像我吕不韦只交天下，是何3000？只要我吕某人一声令下，自然朝野内外就有人替我制造言论。只要到时君卑臣尊之事一旦形成，倒是嬴政不退位让贤也不行。嬴政，为了让你看清楚明白，当今天下谁才是真命天子？什么？你叫寡人暂且放过吕不韦？向太傅，你应该很清楚，吕不韦此人狼子野心，寡人今日若不除他，恐怕早晚会遭他反咬一口。还有，向太傅，你不要忘记，你这次几乎一命呜呼，也是拜他所赐。说句实话，其实我和吕不韦并没有深仇大恨，他这次想杀我，无非是想利用这一点来打击大王你。总之，吕不韦既然要跟寡人作对，寡人就绝不会放过他。向太傅，你说，你到底是否愿意助寡人除去吕不韦？大王，我不是不想帮你对付吕不韦，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，就是大王你将来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。吕不韦一向对寡人的王位虎视眈眈，只要此人一日不除，寡人每日如履薄冰，又有何前途可言？吕不韦做丞相做了这么久，不论对内还是对外，都有他一定的影响力。况且大王你又刚刚登基，连王位都没坐稳，即使你真的很需要利用吕不韦来安定民心，这样对你的将来才会有好处。寡人还要等到何时？历史的事，其实早已经注定了。大王将来一定会歼灭6国，统一天下，而吕不韦也会得到他惨淡的收场。大王，你又何必要急于一时呢？寡人差点忘记，向太傅是未来世界的人，一定知道未来世界的事。到底寡人何时才可以除去吕不韦？何时才可以一统天下，成为向太傅口中的秦始皇帝？
其实将来的事，我真的不方便跟大王说的太多，因为我怕会影响历史，影响结果。不过反过来再看，如果我告诉你的话，只会令大王你袖手旁观，什么都不做。向太傅说的有道理。不过，姑无论将来如何，只要有向太傅这个能知过去未来的人在寡人身边，寡人相信将来一定能一统天下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。向太傅多次为寡人立下汗马功劳，寡人必定会命人于史书上好好记载。如果历史改变了，你说会怎么样？来人，传李斯。李斯参见大王。李斯，寡人命你立刻把向太傅多次相助寡人的功绩详记于史书之上，好让向太傅名留青史。大王真是命李斯将大哥的事迹记载在史书上啊！难道大王如此重用大哥，何以大哥好像还闷闷不乐呢？问题就在我在我那个时代读的历史书，里面提到嬴政、吕不韦、李斯，就连邹先生的《武德中史说》也有提到，但是偏偏项少龙这3个字从来没有提过。少龙，你会否在你21世纪所读的书史，因为记载太过复杂、太过多，所以未读到自己呢？是啊，也许当大哥你再回到未来世界的时候，就会在史书上看见自己的大名呢。如果是就好了，起码不用担心那么多事。但是我最怕我没回去之前已经有事发生。大哥的意思是，吕不韦仍然会加害于你？吕不韦我不担心，我现在反而更担心另外一个人。都怪我不好，说过不再提死字，别不开心。当日长途跋涉，带了胆凡回来，就是为了可以完成你返回未来世界的心愿。但是不知道为何，一想到你要走，我就忍不住。别这样，走不走不是我能决定的，一切顺其自然吧。但是正如你所说，多留在古代一天，你就会越来越危险。我不希望你有事。走吧。送给你，是何物啊？幸运星。幸运星。那天晚上我陪你看星星的时候，你不是说很想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吗？天上的星星呢，我不能为你摘下来，现在就先叠一颗幸运星来代替吧。在我们家乡啊，人家都说幸运星可以给人带来幸运。怎么了？不知道为何，每当我觉得很幸福快乐的时候，我就很怕会突然失去一切。其实开心也不是永久的，只要这一刻开心不就行了？将来发生什么事，有谁能知道？少龙，这几日呢，是我一生之中最开心快乐的，我真希望可以永永远远的留住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若是今日之太阳永远都不下山，你说多好？你知不知道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和解？我当然知道。你知道还在这个时候说这种话？太阳下不下山无所谓，今天下山
明天还是会生下来。日出日落，虽然是恒久不变，但是人世的交替就总是变幻无常。我真的怕过了今日之后，就要跟你分开。